我们现在在座的所有的那个录音师、混音师，加上那个编曲老师，还有制作人，都是幕后的力量。我们那个爆裂女孩呢，前段时间做了一个音乐采风，每个人发了台机器啊，去采样，然后呢，用这个采样去完成他们想表达的一个故事。对于那个音乐人来说呢，比较重要的是想象力和感染力。我们听采样的第一反应，我们去评分啊，打分是从1到5分。今天还有一件事，就是全是匿名的，我们现在不知道谁是谁。然后这个事儿我参与了，所以我就不能参加打分了，就是得麻烦各位打分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听序号1。咕噜咕噜，行李箱慢慢滑着，咔嗒，你走了。咔嗒，悄悄听听，你还在吗？叮咚，这回真的走了。咔嗒，真的走了。我不说，不代表我没有再偷偷不舍。1、2、3，举。那孔老师，你为什么都是4分啊？我觉得这个做的非常有画面感啊，配合他这个写的这个文字啊，脑子里会构建出那个画面，我觉得挺有代入感的。想象力所有的采样太具象了，我觉得。其实完全可以把你走了和你还在吗用别的声音去代替，比如刮风的声音啊，你也可以录一些人声的感觉，我觉得都可以代表这个元素。它确实太具体了，这么清晰地表达一个关门，然后拉行李，这个不用想象，这是一个更写实的这么一个方式。行，那我们听第2个吧。小时候的我以为，清晨鸟叫，篮球场争吵，手写道歉信，广播体操声，就是离别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真正的离别是从来都是悄然发生的，没有任何的仪式，也来不及正式告别。好希望梦醒来后，再说一次，好久不见。其实我呢，就是比较受他的这个简介的影响，因为人经常说嘛，就是很多人会跟你相遇，然后又在这个不知不觉中消失。这个想象力，就对于一次离别的诠释，我觉得还是有点意思的。他说，就是真正的别离是没有任何仪式的啊，也没有正式的这个告别。我觉得这个还挺打动我的。可是整个音频我觉得跟这句话没有太多的关系，我觉得就是有点搭不上，词不达意了啊，没有感动到我。他这个想象力啊，相比第一个确实要复杂许多，但是他可能是这个采样确实有点复杂了，就像孔老师说的，就没有感受到特别大的感染力。那咱们听第3首吧，序3。在所有的冒险故事里，主角的第1章总是背井离乡。幸运的是，小勇士有着他志同道合的伙伴，他们形影不离，共同努力。和往常一般的训练场一样，伙伴被匆忙而突然的带离，甚至没能好好的进行一场告别。小勇士也从初离家时的兴奋期待，随着身边人的逐个离去而变得更加迷茫。就在这时，他收到了远方家人的传讯：小鸟站在枝头，永远不会害怕。不是因为他相信树枝不会折断，而是坚定相信他自己的翅膀。没有人能够陪伴整个旅途，冒险者唯一能做的就是背负起伙伴的意志，
更勇敢、更努力地继续前行。擦干眼泪，小勇士重新踏上冒险之旅，他的步伐愈加坚定。我们把牌子举一下。他的想象力也比较的复杂，但是他的想象力要通过这个采样来表现出来。明白明白。所以我听到的、能感受到的，就相对来说比较少。我给的是想象力2分。他想象力让我觉得有点垮掉的原因，就是所有的东西其实文字我是看进去了，但是没有听到那个声音，反而只听到了可能通过钢琴的一种踏上真诚的一个渲染，所以就会觉得有点空洞了。对，我跟他感受类似，文字写的很好，但是他这个采样里边用到的元素体现这个内容太少了，所以我觉得在想象力这块我就觉得可能还不够成熟。那我们听第4首。还记得那个夏天吗？笔尖在试卷上摩擦，与黄柏林一起奏响了3重奏。夏天记录了我们的青春，一切都会有答案。那道题目我选的是，我选的是 Singer 哎。我是2个4分，这个主意挺好的，就是用这些采样构成了这么一个场景，它的完整度挺高的，所以我觉得感染力也不错。它在所有采样的衔接上面，它是有呼吸感的，它并不是一大堆全撂进来，所以就会觉得，哎，让你突然给你一下惊喜，哎，这是什么声音，让你去自己想象。结合文字来讲，我觉得讲的是某一个阶段最后一场考试。比如说，我选择 Singer， 我觉得是大4的最后一场考试，我们即将步入社会之前的一个选择。我觉得这是离别。